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2月4号至17号期间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反舰演习，陆自约有1400人，美军约有2650人参加。这次演习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境内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海马斯火箭炮参与演练，同时也是海马斯在日本部署后首次进行实弹射击。值得指出的是，演习中美军罕见派出 C-130J 运输机，从冲绳县的普天间机场将海马斯空运至八户演习场。此前，美军在日本通常用舰艇运输海马斯，这次从西南方向的琉球普天间基地空运到本州岛最北端青森县。装在卡车上，机动也比较好机动。这个飞机，这个像 C-17运输机可以运，然后装在一些这个登陆舰上也可以运啊，然后在岛礁上简易的部署啊，甚至于执行完了任务之后还可以快速的撤走啊，所以它可能目前把这样的海马斯这样的装备作为一个主力的夺岛跳岛作战的一个装备来使用。日媒还报道，这次联演根据美军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来实施，而这一作战概念是针对中国等对手而设定的。2018年5月，时任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齐在五角大楼发言称，远征前进基地概念是美军在2战期间跳岛战术的现代化版本，而在最新的跳岛战术中，海马斯扮演重要角色。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针对一些日军防御薄弱的岛屿进行跳岛攻击，以达到孤立和控制日军的效果。但如今，美军新的跳岛战术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将由分散、小规模且机动灵活的滨海作战团利用先进技术装备完成，作战节奏快速且高频，能够大幅增加敌方失误概率，令其陷入被动的局面。但是现在呢，考虑到美军的目标逐渐变成像俄罗斯啊，包括中国这种拥有很强的两栖作战能力，同时海空作战能力也很强的国家，所以呢，他就要求把这个部队的规模尽量的降低，让它通过分布式部署的方式降低被打击的可能性。那么这套理论跟之前美国人跟澳大利亚，其实包括跟日本进行过所谓这个跳岛，那么应该说是更进一步。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缩写是 EABO， 是2战太平洋战场上跳岛战术的现代化版本。那么从美军近年类似军演看，新版跳岛战术是如何进行的？主要使用哪些武器装备？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信息，这次与日本陆自的联演测试了出动 C-130J 运输机运送海马斯火箭炮上岛，然后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这只是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中比较后期的一环。美海军陆战队时报曾经报道，2019年3月11号，在琉球群岛的伊江岛，美军进行了一次几大军种联合参与的夺岛演习，就是意在验证美方主导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那一次演习，美军演练了整个作战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特种突袭、前进基地建设、区域控制。战前的远程部署，美军以美国级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组建远征打击群，下辖1艘两栖攻击舰、2艘两栖船坞登陆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1艘攻击核潜艇。其中两栖攻击舰可搭载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及相应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力量，包括12架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6架 F-35B 隐身战机、4架 CH-53K 重型运输直升机和7架 AH-1Z 武装直升机。这支远征打击群通常在距离攻击目标1000千米以外的海域远程部署，避免遭到目标岛屿反舰力量和其他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的威胁。此外，部分车辆及地勤人员则由 C-130J 运输机搭载，依托外围岛链基地部署。然后是特种突袭作战，特种作战小组搭乘核潜艇或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从水下或空中隐蔽登岛，对岛上军事设施实施抵近侦察和回传情报，必要时还对防空阵地、岸舰导弹发射车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破袭，削弱岛屿防御能力。随后，美海军陆战队则搭乘鱼鹰从两栖攻击舰上起飞，在 F-35B 战机的支援下，实施超地平线登陆突袭，对目标岛屿实施机降作战，夺取并控制目标岛屿，并依托岛上机场建立前哨阵地。
这时，两栖攻击舰上其他作战人员也会进行登岛，同时在附近机场的 C-130J 运输机也将一些人员，尤其是装备弹药运到岛上，展开最后的一步区域控制。这时，海马斯轮式自行火箭炮系统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机动性强、火力猛、射程远。海马斯在从运输机上着陆后15分钟内即可做好作战准备，公路时速达85千米，能够快速进入战斗，在敌方锁定发射位置之前撤离。在火力方面，海马斯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采用 M26 火箭弹时，射程为32至45千米；采用增程型制导火箭弹时，射程扩展到70至150千米。而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则具有打击300千米以外目标的能力。因此，美军一直将海马斯视为夺岛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近年来，将这款武器部署到西太，可见其司马昭之心。虽然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仍在检验阶段，但不难看出，美军未来将其运用到实战的决心值得我们警惕。美国海军陆战队自海湾战争爆发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中东地区遂行远离海滩的地面反恐任务。美国媒体曾报道，有很多迹象显示，他们对于两栖登陆作战已经显得异常陌生，甚至荒废。不过，美海军陆战队近年来正在回归海上，并且为了实施新跳岛战术，组建新的作战单位。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去年报道，随着美国军事战略从参与反恐战争转向大国竞争，海军陆战队也对编制组成和任务装备进行调整，正组建新的作战单位——滨海作战团。美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研究的副司令埃里克·史密斯称，滨海作战团基本编制1800人至2000人，下辖1个滨海作战队、2个滨海防空营和2个滨海后勤营。其中，滨海作战队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作战时可出动多支排级作战分队抵达前沿据点，执行远程反舰、对关键海上通道侦察与监视等任务。滨海防空营则为滨海作战队承担防空任务，兼顾空中侦察与预警、空中控制与联络等角色。据了解，驻夏威夷美海军陆战队第3团是滨海作战团的首个改组试点，随后向驻日第4团和第12团推广。不难推断，新跳岛战术就是指向西太，而参加这次演习的美海军陆战队力量极有可能就是新组建的滨海作战团。但是，即使是美军内部，也有很多人质疑新跳岛战术。英国《泰晤士报》10月21号发表文章称，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领警告称，跳岛战术在现代火力体系下就像纸上谈兵，可能美军人员刚登上某个小岛，就被对手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消灭了。